眼前是一辆出了事故的野马 GT 跑车，虽然从外面看起来损伤不大，但别忘了这辆车的发动机可是在前面的，如果核心部件出了问题，那可就亏大了。车子到手后，强子先绕着它转了2圈，简单查看了一下状况，发现大部分还是挺不错的，唯一可能算得上问题的，可能就是车子太久没有保养过，很多地方都锈了。简单的评估了一下后，强子就把它拖了回去。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辆野马跑车发动，测试一下发动机是否正常。如果引擎没问题，那么其他的地方就很好解决了。他给电池充上电后，就进入了车内。里面除了安全气囊弹开之外，其他地方成色都很新，到时候直接清理一下就好了。2人检查完这里后，突然想起来车尾也出了事故，保险杠都是用胶带简单固定住的。强子担心后面会出问题，于是就打开了后备箱，里面倒是没有被损坏，就是还留下了一双原车主的鞋子。买车还能送一双皮鞋，这是强子万万没想到的。了解了全车的大致情况后，下面就到了我们都熟悉的环节，那就是洗车。为了保证清洗效果，强子特地买了一个新的喷头，这个的冲击力更强，对于清理角落的污垢有很好的效果。经过2人将近1个小时的忙活，表面的灰尘荡然无存。接着强子坐进了车内，要尝试在还没有对引擎修复的情况下，试试这辆野马能不能发动。Leave it running. 让2人感到惊喜的是，发动机竟然完好无损，而且还能再踩几下。这次强子算是捡到宝了，他只需要修复前端的保险杠和一些主要的线路就行了。由于强子并没有修复野马的经验，对于车身上零件的分布不太了解，所以他买了几张的图纸，这上面有前保险杠的详细信息。有了图纸的帮助，接下来的修复过程将会事半功倍。下面他就要开始拆车了，把前脸的部件都拆掉，大部分螺丝被拧掉之后，保险杠就被拿了下来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里面的散热器扭曲得很严重，被金属杆顶在里面很难取出，所以强子打算从轮胎一侧下手。这里他发现了一个漏洞，虽然散热器被卡在上面了，但是把上面的管子都拔掉之后，很容易就能从另一边取出。这部分拆掉后，想要继续从这个方向作业非常困难，上面的很多螺丝都被扭曲，所以很难转动它们。下面强子转换了方向，打算从轮胎入手。我们在视频里看的话，会觉得轮胎应该很好拆，只要把上面的螺丝拧掉就好了。其实远没有这么简单，内部的螺丝型号和它的工具不匹配，而且还有一根是断的，所以能取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拆下来之后，强子发现轮毂的状态还不错，于是就把它清理了一番，打算到时候重复利用。强子就要处理另一边了，他把上面的翼子板拆了下来，为了方便后续的修理，他和搭档一起把前机盖也拿了下来。接下来强子先不打算修车，而是要先修复散热器。这个散热器问题并不大，只是上面有一些划痕。2人找了一个小作坊，这里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，重要的是还有一位50年的修理师傅。经过他的妙手回春，这个散热器现在就跟新的差不多。这部分处理完成后，强子和搭档开车来到10几公里外的郊区，这里还有一家修理厂，里面有很多拆车件。由于之前的野马的车架受损了，强子没有能力修复，所以他在这儿买了一个翼子板和车架，价格实惠而且功能正常，就是不太确定尺寸是否合适。回到车库后，强子并不着急安装，而是要先给车子换一套安全气囊。由于内部的气囊基本上都爆开了，所以他先把表面的壳拆掉，然后断开气囊上的螺丝，把它完整的取了出来。接着强子又拿出一个全新的出来，他将这个装到车上，然后把之前拆掉的壳子填回去。做完这些还不够，因为刚才只解决了副驾驶的问题，方向盘上的还是坏的。他把方向盘打开，暴露出了里面的控制器，上面的保险丝已经熔断了，这部分修理起来比较困难，需要找专业的人来做。他带着零件从车库出发，把自己无法处理的东西全都交给别人。在回去的路上顺便去了一趟码头，带回来一个前保险杠。他拆开包裹上的报纸，然后拿着在车上对比了一下。根据强子的介绍，这个保险杠很便宜，所以质量不太好，拿在手里有点软趴趴的，而且细节处理的也不到位，上面还有一些小瑕疵，但这也没办法，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。在开始安装之前，强子突发奇想，要开着这辆野马跑车去草坪上漂移。漂移刚刚结束，强子的搭档就收到了快递的消息，原来是之前买的大灯到货了，但由于车头并没有修好，所以暂时不能安装。2人打算继续处理车内的安全气囊，
此刻强子正在拆中控台，他要取出里面的 SRS 模块。这个 SRS 模块就是我们常说的安全气囊模块，它通过接收从碰撞传感器传来的信号等信息，来控制安全气囊的状态。这辆野马的模块已经被触发了一次，所以强子必须取出来进行重置，才能使其恢复正常。你还别说，这个野马真难拆，强子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在中控台下找到并拆除。搞完这部分后，他买的零件基本上都到齐了。下面强子要进行一个简单的汇总。